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宇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当然还是要持续来关心离我们最近的日本哦，尤其大家最爱去旅游的哦。好，因为日本呢马上就要进行投票了，好，他们就在今天要投票。那当然，他们在众院选前之夜，朝野有积极的催票，这是黄金的期间呐。好，那当然高市早苗就警告不能太乐观，否则会翻盘哦，就是打出了危机牌。他就说啊，听到有人说不能让自民党赢太多，真的很不甘心哦，切勿因为选情乐观而松懈，否则可能会翻盘。好，那这次大选啊，席次的变化也具有一个关键的意义哦。我们带大家这个简单的来掌握，因为我们对日本的政界可能比较不熟悉。其实呢，这个233席哦，就是一个起点，那是243席哦，自民党如果都能拿下，就算是稳定多数。好，那261席就是绝对的稳定多数。好，那如果自民党跟维新哦，这加在一起有310席的话，就是一个魔幻数字了哦，因为就达到他们要的修宪门槛。好，其实高市早苗最想要的就是310席了哈。那当然他有他的政治目的，我们等一下带大家来看。好，但是现在哦，北京日报也特别讲说，高市豪赌会面临3重考验。好，新华社就有做了相关的分析哦，说在多重风险叠加之下，要尽快透过选举改变局面。好，被认为哦是高市押上政治前途的一次豪赌。但他的3重考验包含他个人的丑闻还会持续的发酵。再来就是高市在经济还有外交领域的政策风险也会逐渐显现。那第3个则是高市的执政基础本身也不稳固。好，那我们要看到，其实他们内部也有一些讨论声音哦。当然，这是日本令和新选组党首山本太郎也痛批了现在日本的情况。我们来听一下。世界のトップ近くにいた。世界の GDP ランキング2位だった日本は中国に抜かれ、ドイツに抜かれ、インドに抜かれ、平均賃金だけ見ても韓国を下回ってますよ。どうしてこんなに貧しくなった？国民が真面目じゃないから？国民が怠惰だからこんなことになったの？違う。こんなに一生懸命な国民なんていないよ。30年政治が失敗を重ねても歯を食いしばって痛みに耐えた先には何があったか、さらなる痛みしかなかった。好，一轮听完之后，如果不听是日本语讲成中文的话，好像也跟台湾有点像吼。好，那当然啦，我们也很努力，日本也很努力哦，但是也有蛮多日本人担心高市早苗当选之后会变成2种状况，一个就是成为川普的 ATM， 也就是提款机哦，然后再来就可能是会有这个紧急增产松跟油的状况。好，那当然哦，这个南岛鸟蛙稀土会不会变成一个松跟油的翻版啊？因为日本2战为了炼油，全民刨松树哦，刨到差点绝种。好，日产量达到7万桶。但是啊，历史常常都是重演哦。只要当权者没有思考到这些问题的话，就会重演。好，那当然哦，因为重演的还包含的是哇，要变成可开战的正常国家。高市如果大胜的话，日本的和平宪法恐怕会变成历史。好，这主要跟刚才一轮讲的那个魔幻数字有关，就是310席的修宪门槛。好，我们来看到高市早苗去年当选自民党的总裁哦，那改与立场更右的日本维新会来进行结盟，那他们会把修宪列为核心政治目标之一。虽然高市仍然是表态维持非核的3原则，但是强调这个阻吓中国大陆跟北韩的威胁论述之下，核政策是否会从禁忌议题转为向制度性的辩论，就会成为选后另外一项的观察焦点。好，但是现在自民党有候选人哦，他叫土田胜哦，最近有点失言哦，因为他说要国民流血，好，遭到在野党的攻击。那这到底是不是在鼓吹战争呢？好，那在社群平台上面也是有妈妈去阻止战争了，也成为热门的关键词，显示部分的民众对于中日关系其实是感到不安还有忧虑的。好，
好，那日本的众院候选人有调查那多数称加强国防。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各政党候选人这朝日新闻说，大概有2/3的人是支持日本加强国防能力。好，但是关于是否应该坚持无核3原则，有65%的自民党候选人是赞成的，11%是反对。好，尽管高市早苗一直呼吁重新评估该不允许日本拥核武的原则，但是如今结果是没有什么变化。好，那我们也看到高市早苗有出席了一个蛮重要的大会叫做北方领土日。好，看到北方领土日就知道说，跟俄罗斯有一些相关所以他就有呛俄罗斯。好，他说虽然日俄关系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显得相当严峻，那会持续的向俄方努力沟通，争取早日恢复岛民前往扫墓。那同时也呼吁恢复和平条约的谈判，还有归还北方4岛的领土。好，那又在戳这个俄罗斯的一个敏感神经所以高市早苗很喜欢戳人家的敏感神经，这个会造成自己国家的一些这个危机吧。好，那当然我们也看到韩国现在跟越南之间的一些状况我们先看到韩国很积极的向越南来推销军火，因为3号到5号，韩国多家的军工企业在越南举办了一个这个介绍会向驻越南的这个大约20国的武官来介绍了产品。越南对包含 K2 坦克、K9 自走炮、FA50 还有 KF21的战斗机以及 K239的这个多管火箭系统在内几乎都所有韩国国防物产所生产的装备都有存在的需求。好，但是呢，中国现在不再是越南最大的游客来源国。那发现1月份竟然是变成韩国游客人数超越了中国，成为越南最大的客源市场。来到了这个大概是49万人次，比去年同期成长了17%。但问题是还是有一些这个不合的状况。原来是因为这个全罗南道的真岛郡守金熙秀他就讲到，为了解决人口问题就要采取的是进口这个斯里兰卡跟越南的年轻女子要嫁给韩国的农村青年，有一个特殊的措施。哇，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时代的人讲的话好，那当然引发越南不开心越南驻韩国大使馆就在公函中强调要尊重公民，尤其是对女性的尊严还有名誉那两国的民族共同珍视价值跟宗旨，30多年来当然是以些友好合作这个平等的原则来促进双边的关系，所以认为讲这种话有点太伤人了。好，那当我们看到一开始讲到了日本高市早苗，那当然大家很关心选举，我们先问彬哥。高市早苗他们这边投票差不多开始了，那如果没有什么太多的意外的话，大概自民党应该是会赢，那只是赢多少的问题而已。那是不是可以赢到单独过半，甚至整个执政联盟达到超过2/3？那如果真的如高市早苗所期望的达到超过2/3，那对日本来讲，政局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因为我认为以高市个人的想法，他一定会就是力推要去修宪，就是把过去的和平宪法修掉。那这个对整个东亚甚至世界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那就看日本的选择是什么。那当然你可以看到，尽管有一些其他在野党的反对，可是目前看起来高市的整个支持度跟声望还是很高的，所以我觉得大致上他要过半应该是不成问题，只是关键就是他会不会能够达到修宪的这个标准那高市本人很明显的，他就是在他任内已经不可能跟中国大陆和好，所以如果他这一次掌握更多的权力的话，大概只会造成日本跟中国的冲突更尖锐。所以对高市来说，他的唯一策略是什么？就是紧抱美国的大腿。那你看，最近川普也对高市直接表达力挺。那川普其实这种人就是这样，他之前也不太理高市，可是最近为什么力挺他？因为他也看出来高市要赢了，所以就直接表示好像我在助你一臂之力，甚至被日本的其他在野党认为说你介入日本的内政。但是川普在乎这些吗？川普就喜欢介入他国内政。那重点就是这样子，以后只要高市赢了，那川普一定会跟他要更多的东西。那高市能够抵挡得了，能够不给吗？恐怕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所以我认为未来日本就是全面倒向美国，大概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了。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认为日本高市是很可能会去挑战修掉无核三原则，甚至会把日本改成自卫队改成正常的军队，甚至改成所谓的正常国家。那这个有一些东西会直接牵涉到美国的利益，那就要看美国同不同意。那至于他现在去呛俄罗斯这个北方领土，你越是这样呛，俄罗斯就越不会理你嘛。其实本来在俄乌战争前夕的时候，普丁甚至已经答应要先还给他2个岛，结果就是因为俄乌战争，日本去谴责俄罗斯，去制裁俄罗斯，就造成普丁就把这件事情全部算。而且以现在的态势来说的话，普丁是根本不可能会归还这个北方四岛，所以高市大概就只能用叫的而已。你叫的越多，其实你要拿回土地的可能性就越低，除非你有种去跟俄罗斯开战。但我想高市也不会做这样的选择。那至于韩国，他本来就是这几年一直在向全世界积极推销军火，而且获得一定的成果，还像土耳其啊，像很多国家，他都出售了他的国防的相关的这些科技产品，所以人家是非常成功的。那看看我们台湾为什么会今天变这个样？还有越南也是啊，越南能够成功吸引到韩国人去旅游，那为什么台湾没有办法？对啊，人家做了什么？人家越南的资源应该比我们还落后，那为什么人家做得到，我们做不到？真的要好好想一想。好，可以反思一下哦。赖教授怎么看？其实高市早苗所领导的自民党，其实我们思考的不只是赢的问题，也不只是大赢的问题。其实我们在问的是大赢之后的高市早苗所领导的自民党要怎么走的问题啊。也就是说，他要不要兑现他之前的承诺？也就是让我绝对的过半，让我能够达到修宪的门槛，而我就是要修宪。那当他达到了修宪的门槛，他敢不敢推修宪？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当他开始推动修宪，把武装力量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彻底的改变日本是一个非战的国家的时候，那美国到时候会不会同意？你还不是的时候，美国他觉得我可以控制你，但是当你要突破那个关卡的时候，因为不要忘了，这个关卡是美国人所设的，并不是日本人自己所设的，是美国人所设。而你今天要推翻美国人所设的，那对于美国来说，我未来还不能掌控你。如果你是在我的掌控内啊，那你的安保你只能配合我走，那我可以。可是当你要独立了，你要脱离我的掌握了，那美国不见得会同意。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他到底要不要把日本带向他当时所领导的极右派的军国主义，也就是以中国、朝鲜还有俄罗斯，甚至未来的韩国有关于这个独岛的争议，那他要不要发展成为新的军国主义？我觉得这也是对于他日本来讲也是一个考验。可是我觉得对高市早苗的领导的自民党最严重的问题是来自于经济的问题，他能不能解决经济的问题？因为日本现在的经济状况是每况愈下，越来越糟。刚刚我们所看到的，确实日本的经济已经退到印度之后了，也就是不但从第2名被中国大陆赶上，第3名被德国赶上，第4名被这个印度赶上，那它未来很有可能会被英国、会被法国赶上。可是它是人口大国，它是1亿人口，但是它的人口数也一直在萎缩。大家一般预估到2050年，很有可能它的人口会从1亿萎缩到8000多万。所以它开始大家不生孩子。为什么年轻人不生孩子？因为绝望，因为没有未来，所以不结婚、不交女朋友、不生小孩。这个对于日本来说，他们的年轻的一代呈现出非常严重的迷惘的一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迷惘的一代？老年人一直在走，新的孩子不生出来，然后年轻人不结婚、不交女朋友，这样子下去，最主要的还是在于经济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是因为他们的贫富差距太大。可是日本能不能只靠内需来把它的经济活络，看起来是不可能。但是它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搞坏的话，不会再像过去一样正冷经热，不会了，而是正冷经冷。那双重冷的情境下，它又跟美国会
给吗？美国不会给，美国只会拿。那照高市早苗的领导的政府，会不会他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他的安全状况越来越差，最后整个国势衰败下去？这也是一个观察指标。我们接下来问大中教授。对，因为如果是根据这个民意调查来看的话，日本民众第一关心的还是最切实的民生问题啊，包括物价少子化问题，还有这个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问题。那当然还包括一些日本的安全情势啦、外交等等。那我们知道这一次高市早苗，其实大家都说是一个政治的这个豪赌啊，因为解散国会，而且在解散之后改选只有16天的时间啊，而且基本上30多年来是第一次在冬季进行国会的这个改选。但是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很鲁莽的决定啦，绝对是后面是有很详细的政治的精算，他认为他有胜算的。那的确，如果根据民意调查，目前来看的话，自民党绝对会比目前不到200席的席次会有大幅的增长哈，只不过是否能够达到高市早苗那种高标还是要再看啊。因为目前来看的话，高市早苗的民调虽个人的这种声望还是很高哈，虽然从一开始的在6、7成降到5成多但是它还是比自民党的民意支持度高很多所以说它最大的一个考验就是如何把自己的这种人气高人望转到这个自民党身上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但是它还有一个比较有优势的地方，就是因为目前主要的这个在野党就是公民党跟这个立宪民主党所组成的这个中道这个改革这个联合他们的制度也并不高他们快速的组成新党的主要原因就是要应付高市早苗的突袭，避免他们的席次大幅的这个滑落。但是一般的判断，他们不可能比现在加起来在170席更多只是大输或小输的一个问题。而且我们知道465席日本的众议院过半是233，但日本的选制也很特别它是并立制，它还有比例代表制除了289席的这个小选区之外，还有176的这个比例代表制，是根据日本国土11个区去做规划。所以高市早苗的胜算必须是在小选区里面能够击败，或者是说能够吸拢其他的所谓的保守派的一些政党，包括这个国民民主党，还有所谓的维新党，然后呢能够尽可能去取得中间选民的支持，这样他才会有更大的胜算所以他目前希望能够得胜的单刀直入的方法，就像刚才所提到的，我觉得就是在外交安全保障方面往保守直入前进，跟美国靠拢。而且川普背书319白宫见，有趣的地方是习近平跟川普的见面是4月，但是具体的日期还不知道而是319已经出来了。对，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观众朋友们来关心现在正值冬奥期间那这次是在意大利米兰举办。好，我们看到了美国的副总统范斯代表美国率团来出席2月7号在米兰举行的冬季奥运会的开幕式。好，但是很糗是进场时遭到现场超过6.5万的观众以嘘声还有不满的口哨声来回应。好，意大利米兰当然就是在欧洲嘛。好，那美国的代表团甚至是副总统等级的到了欧洲这边，竟然被嘘。好，当然就是代表说欧洲对美国观感已经在转变了，很明显的讯号。好，那也就是美国代表团在友好国家国际场合当中这也很罕见遭遇如此公开的冷待遇。好，那我们看到美国的选手艾丽莎也因为被范斯的车队挡道延误了时间差点错过了比赛，那也遭到了网友的非议。好，那范斯在冬奥这边被嘘那当然这件事情也传回到了川普的耳里。当然有人会问川普川普怎么说呢？我们赶快来听一下。It's surprising because people like him. Well, I mean, he is in a foreign country, in all fairness, but he doesn't get booed in this country.
好，他说他在自己的国家不会被嘘啦哈，但是我们要把过去他在美国的一些事件抓出来，我们就发现说啊，有人反驳川普的说法因为有人在留言转 PO 了范斯去年3月4号到美国甘乃迪中心观看音乐会。好，大家有听到吗？现场也是狂嘘他所以范斯在这个欧洲跟美国都有被嘘所以川普可能没有注意到这则新闻我们再让川普看一次好，那当然加拿大的女歌手表态冬奥，结果被挺美国就被大家抱怨我们看到这是在 IG 拥有超过900万粉丝的加拿大歌手，好，那她分享了他与一只猫头鹰的对话的冬奥宣传片，好，那而且要赶赴米兰跟美国队来见面，而且见证美国选手争夺金牌。好，讲到这样子，加拿大人当然生气啊他说啊，美国威胁要并吞你的祖国加拿大，你还为美国队打广告，根本就是叛徒因为加拿大现在跟美国关系蛮紧张嘛，美国一直想让它成为他们的51州啊。好，那加拿大跟美国也预期要在这个冬奥男子冰球项目会有一个对战的局势，因为两个都是厉害的对手，有可能要争夺金牌。好，网友最关心的是，如果两国对上这个会不会直接在场上直接打起来好，那当然我们也会持续的为大家来关注。好，那因为现在是冬奥嘛冬天来了，代表春天就不远了春天不远，那可能有些部分就会回暖。好，我们看中加的关系是不是也正持续的在进行？先看到这是外交红利+1吗？中国大陆撤销了家国毒贩的死刑。加拿大的外交部特别讲中国大陆最高人民法院推翻了加拿大涉毒男子谢伦伯格的死刑判决，好，显示卡尼访陆寻求振兴跟中国大陆经贸关系，也让两国的关系解冻的同时这看出了涉外司法的裁判轻重缓急缓急轻重也成了两国关系的温度计。好，这谢伦伯格是在2014年的时候，他因为贩毒被捕，那在2019年被判死刑。好，那2019年又正值这个加拿大应美国要求在温哥华逮捕了孟晚舟后，所以因此北京跟渥太华当时的关系是十分紧张。好，那加拿大官方现在似乎也不怕美国的关税威胁因为说继加拿大总理卡尼5号宣布要跟中国大陆合作推动加拿大本土生产跟出口电动车之后，现在加拿大的工业部长赵美兰也说政府正努力的促成中加合资制造电动汽车销往全球。好，那我们相信有这些优秀的加拿大公司可以跟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公司来合作，打造销往世界各地的中加合资汽车。好，那美国现在要参与竞争的话就有报道认为它必须要跟中国合作因为美国的保护措施阻止了中国电动车的进口，但寻求提升自身竞争力的美国公司仍然是渴望利用中国的领先技术，所以言下之意就是美国要跟中国竞争，可能需要跟中国合作，否则就会进一步的落后。好，那我们看到加拿大跟中国关系越来越近，是不是大家也都在仿效呢？我们看到戈夫他是纽西兰的前外长，他认为政府试图讨好川普，而不是捍卫纽西兰的价值。那纽西兰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就会变得很微弱，以至于无人听见。那立陶宛则是因为我们之前讨论过嘛，那现在有讲过，2025年前10个月，立陶宛对华出口的相比2021年同期下滑超过50%，甚至跌幅还有达到90%的。那高科技产业跟乳制品出口是受到严重的冲击，供应链出现了去立陶宛化的现象。所以专家说，立陶宛的总理对华认错与欧洲对华风向转变有关。那欧洲各国的领导人普遍看到了未来的合作潜力，也意识到了外部压力跟内部的需求。所以大家都在望向中方跟中方还有美方有一些互动的关系，很微妙啦。好，那当然我们看到了范斯一开始他在冬奥是被嘘声但是川普还帮他讲话。我们先问彬哥，被嘘很正常你们美国对欧洲这样拳打脚踢，欧洲人对你反感，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吗？所以我觉得这些都不奇怪。那导致川普还蛮有自信的，觉得范斯在美国就不会被嘘了。刚马上翻出来。是，而且川普自己没注意到吗？最近不管是哪一家的民调，都显示他的制度也一直在掉。对，他已经掉到36%、37%了。
所以现在包括川普自己本人出来，恐怕都会被嘘，何况是范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他自己造成的恶果嘛。那这个情况，如果川普不改变他现在这种政策的话，我觉得全世界对他的反感只会越来越深而已。那他自己就要去看着办。今年美国又要有期中选举，我就看美国到时候美国的人民的选择到底如何。那对加拿大来说，他为什么不再去讨好美国？因为他知道讨好他没有用，因为川普这叫反反复复，今天说这样，明天又说另外一件事。我好不容易讨好你，大家都讲好，你第二天睡觉醒来又跟我讲不一样的东西，那请问一下，讨好你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所以我觉得现在慢慢越来越多国家看清楚这种状况，就是你根本不能相信川普的承诺，因为川普今天跟你讲的跟明天讲的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而且他要了之后他还会再要，就是这样啊。你以为今天这样已经满足他，明天他要想，你既然还有，为什么不给我？就继续来了。所以越来越多国家为什么转向北京，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中国、喜欢北京，而是不得已，因为他不买个双保险，他们国家未来可能要面临更大的困境。所以基本上这些国家就是被美国逼着去跟北京和好，不就是这么简单一件事？那对北京来讲，这当然是个机会，所以他也积极的在拉拢这些国家，所以会做出，你看他跟加拿大那么迅速就谈定了一些相关的合作计划。那加拿大也蛮厉害的，就是赶快，既然要投向中国大陆，索性赶快跟你敲定。那美国现在正在自废武功，他自己在放弃电动汽车这件事。那对加拿大来说，你要放弃，你不想跟上潮流，我要啊，所以他赶快跟中国大陆合作。那我估计未来可能有更多国家会选择跟中国大陆合作，因为中国大陆目前在电动汽车方面本来就是有相当优势。那他们如果愿意跟中国大陆合作的话，可以很快的就引进技术来开拓市场，对这些国家当然都是利多。那我觉得川普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你最亲近的五眼联盟现在都跑去跟中国大陆站在一起了，英国、纽西兰、澳洲、加拿大全部都去了。那请问一下，你自己4月也要去中国大陆？那现在美国正在创造一个，你在扶持中国的霸权兴起，我就觉得美国人到底在干什么，实在是让人家有点看不太懂，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老实讲，现在连立陶宛都低头了，可是立陶宛如果没有拿出实际行动的话，中国大陆也不会轻易跟他和解。那问题是，他只要拿出实际行动，我们台湾大概就要倒霉。好，赖教授怎么看？今天不只是范斯到现场被嘘哈，在一个这么大的国际盛会，这么多人看直播啊，6万多的现场的观众，还有这个线下的观众，不知道有多少人。对，那大家都很清楚的看到范斯被嘘得很惨。如果是川普去呢，川普会被嘘得更惨啊，因为我们所看到的美国的民调发现，欧洲90%以上的年轻人，欧洲人现在把美国人当成敌人了啊，不再是朋友，他是敌人。而这个最主要是来自于川普跟他的团队唯我独尊啊，他好处全拿。然后如果他要不简单的话，他就直接用抢的，像他对委内瑞拉的石油用抢的，像巴拿马他直接派兵过去了，然后用非法的手段把中国大陆赶走，然后乌克兰的稀土他直接用抢的。那现在格陵兰他也要用抢的，那现在面对是欧洲跟他的抗拒，而觉得呢，加拿大他也想，如果有一天有机会，他也把它抢过来，变成51州，所以他要不就是用抢的，要不就是用逼的，用关税来压你，什么东西他都要。然后对乌克兰呢，对于乌克兰现在困扰的欧洲，因为俄国跟乌克兰的战争打了4年，还没办法平息。可是大家都知道，最早在推乌克兰去当炮灰的是美国。不管即使他是拜登，可他还是美国，他代表的是美国。川普也是代表的是美国。那即使是拜登在推乌克兰去当炮灰，然后爆发了这样的一个冲突，可是问题就在于今天的川普的领导的美国不负责任了，不负责任。不帮乌克兰，不给乌克兰援助，然后还要落井下石，要乌克兰把土地让给俄罗斯说你就割土地给他，这样能够寻求和平，割这个稀土矿的土地给我，你这样能够寻求和平。这样的一个不负责任，这样的一个强盗性的逻辑，难怪整个欧洲
都会对美国认为你是我的敌人了，你已经不再是我的盟友，那更不是朋友。我觉得川普跟他的团队领导的美国，让美国人自己都觉得很羞辱。我的女儿在法国，还在巴黎读书的时候，她就说她的同学碰到了一些美国同学，他们都觉得很丢脸，因为他们都觉得美国人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欧洲人现在是几乎普遍性厌恶、讨厌、敌对美国人，这个让他们美国人在欧洲的生活的处境处于更加的艰难。可是川普一点感觉都没有。你想想看，当今天这个美国队美国的副总统被嘘，美国队有谁会帮他加油？谁会帮他鼓励？美国队在比赛的时候看到的都是敌对的观众，那他怎么有士气？他怎么为国家的荣誉来拼？这个就是川普的团队把美国弄到成为全世界今天大家的公敌。好，大钟教授怎么看？对，我觉得最近比较多的一些西方国家在外交上有一些重新的调整或者是重新的一些校准这个是让大家很意外的。如果在拜登任内是1年多前，大家很难会想象目前的状况那里面呢，我觉得最旗帜鲜明的还是加拿大卡尼因为卡尼的做法，他讲话更加的直白因为的确像刚才所提到包括像是英国或是澳洲也有一些类似的一些做法，但他们比较不那么的敲锣打鼓是在做一个自己的一个重新的调配跟美国的关系。但是卡尼的所言还有他的一些举措，其实基本上就直接直刺川普的一些自尊心，我觉得包括卡尼之前在这个达沃斯论坛的谈话，他特别提到说这个强者予取予求这个弱者任人宰割所以中等国家、中等强权大家应该自立自强比较多的协调或者站在一起。还有他也特别提到说我们如果不是坐上这个谈判桌，要不然就是成为别人的菜单他意思是说多少年来大家所常常谈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也是拜登过去所常谈的，那目前来说都不是这一回事所以他做了比较大幅度的一个调整卡尼之前的中国情其实有比较具体的作为和一些这个成果，就主要是电动车因为电动车是在这个2024年小杜到时期，当时的加拿大是配合美国、配合欧盟，所讲的话都很类似就是说中国的产能过剩，为了避免这个我们的利益受到损伤，所以我们寄出100%的关税。但是这一次在卡尼前往中国大陆的谈判过程当中，100%的关税已经下降到6.1%，而且是适用于第一年今年的首先是49000台中国进口的电动车，5年之内会上调到71000辆电动车。那现在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工业部长更进一步说，这方面电动车中国大陆跟加拿大是有合作空间，要合资的，所以又往前更进一步。那其他方面主要是这个农产品，因为当时中国大陆也祭出反制措施，包括油菜籽油还有油菜籽的这个本身还有豌豆等等，这个高关税目前中国大陆也下降到原来的一个点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加拿大跟中国大陆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范例它比较明显，但是其他照理说跟美国非常亲近的这些国家也做了一些某种程度的调整，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川普的风格，他的世界观是比较的不分亲疏，就是我一个国家对其他所有的国家，我一个个跟你谈判，得到我最好的东西。拜登的做法不同，拜登是我一个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是中国大陆，那我跟其他国家一起来达到我的目标所以风格的不同也是路线的不同。好，我们进一下广告，马上回来。观众朋友，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国际、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前立委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员胡文琪，浅秋好，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诗小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来看看，当然日本今天投票结果会如何？根据现在所有的出口民调，还有所有的这个可能的已经初步投票的意向调查，现在看起来日本的众议院大选
好像估计下来会在凌晨左右，9号的凌晨左右，台湾啊，当地时间7点开始投票嘛，可能今天就会有结果。会是怎么样的生死战呢？毕竟是高市早苗赌下了自己首相的位置，梭哈来选的。那么现在目前，如果说243席自民党可以超过的话，是稳定多数；如果如现在民调数字说超过310席的话，那么就是真正的超过2/3的席次，就可以翻盘发动修宪能力，可以决定真正日本未来的宪政跟国家体制的方向。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所属的执政联盟渴望获得至少300席。不过呢，今天很特别，刚好日本遭到了暴雪袭击，影响了选民出门投票的意愿，会不会有影响投票率？目前还在观察。但是高市早苗说，听到坊间有一种说法，说不要让自民党赢太多，毕竟他当时说话喊出来说赌上自己的位置的这个说哈的条件是说要让在野联盟大家一起过半，但看起来光自民党过半都没有问题了，反而大家担心说，自民党自己太多，没有民主制衡的问题吗？他说，大家务必要投中一票哦，单一选区的胜负只差几十票，每一票可能改变结果。最近很多要去日本的游客，大家关心的是什么？日币啊。那么如果国会改选之后，自民党过半，市场判断日元不排除继续的贬值，而高市早苗的经济学在接下来的操作也就会有更不一样的一个操作的空间。那么力拼重回可开战正常国家，就是高市早苗现在最重要的策略了。一旦席次超过310席，发动的修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自卫队国家的防卫能力跟这个可以自卫队变成军队这件事情，回到了开战前正常国家。什么正常国家呢？就是记得它是大战20大战的发动战争的国家，所以他战败之后被要求所谓的和平宪法，他不能够随便的用武力再侵犯国家。但他如果大胜的话，第一件事情就要把和平宪法改变成随时可以该开战的一部宪法跟历史现实吗？甚至自民党的候选人这位叫土田胜，最近那个发言说要国民流血，被在野党攻击的蛮厉害的甚至引起了网络上非常大的讨论，叫做妈妈去阻止战争了，成为关键词。很多的民众对中日关系感到不安，甚至到底是国家重回光荣，还是引来战争，是一个很大的问号。那么日众议员的候选人调查，就是调查现在参选人里面了其中有53%认为，现在就算增税也要增加国防开支，这么高的比例。那么无核三原则是还有5-6成5是赞成的，但问题是接下来的发展就看最新的选举结束的结果。那高市早苗最新出席北方领土日的大会的时候，也对俄罗斯发出了一个算是一个挑战吗？他说呼吁因为俄乌战争之后，很多岛民在北方4岛现在还有领土争议的部分，要让岛民能够回乡扫墓。他说接下来这是跟俄罗斯要协议的一个最重要的重点，但俄罗斯恐怕不这么想。那么接下来这个分析就是关键了。日本右转之后，高市早苗带给东亚的新秩序会是什么？会是第一张骨牌吗？如果修宪扩军、战略前移这些同步展开，东亚国家来看不再是遥远的新闻，是迫在眉睫的安全现实的话，那东亚秩序将会是重新改写了。日本是美国在亚洲的所谓代理人吗？居然这个分析里面说，日本在亚洲的代理人还可以指定别人，叫做菲律宾。那么日本保安厅这几年各种的合作的事项，菲律宾开始参与菲律宾跟日本的各种军演，还有海上安全合作。那么甚至批菲美在黄岩岛附近联合演练共军已经连续5天海空巡逻，在这个南海、东海这里仍然有相当紧张的关系。在上千艘的中国渔船去年底开始2度在东海集结之后呢，也有来自于很多美方日本的警告讯息，因为从这样的1500台到2000艘这样的渔船集结一个线性的移动的情况之下，可能逐渐成为新常态，不只是军演而已，还有像这样的渔船集结，让周边的国家都有所担心吗？委员，大概今天晚上8点钟开始开票，那么凌晨大概结果就出来了，没有悬念。这一次高市早苗带领的自民党一定在众议院的选举上取得大胜利。什么叫大胜利？定义一下，
就是自民党单独过半，他的席位超过233席。那么如果再加上执政联盟，再加上这一次的在野党，真的很没有用，抓不到议题，感动不了民心，所以最后的结果说不定自民党加上维新会，再加上参政党这2个右翼的小政党，说不定冲到310席。如果冲到310席，就进入了修宪的门槛。所以刚才浅秋所提到的那些修宪的内容跟后果，就可能展现。所以我刚才说没有悬念，这一次高市早苗一定得到大胜。也因为没有悬念，所以很投机的川普在2月5号，他才会发贴文公开支持高市早苗，而且明白的讲，3月19号要邀高市到白宫去访问，什么意思？就是告诉你，你川普力挺高市啊，而且他认为高市已经坐稳日本的首相啦。日本其实从2战以后，从麦克阿瑟开始，他已经在美国的控制下得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啦。所以当美国的大总统川普都已经表态支持高市了，那高市当然被加持，当然被加分许多嘛。再加上几乎是同一天，台积电、魏哲家赶到了东京，那么直接表态，熊本2厂，熊本1厂已经完工，开始量产了。熊本2厂呢，本来规划的应该是差不多5、6奈米，他宣布3奈米的厂要在熊本2厂定调。这是台积电在海外目前先进制程第一个3奈米的厂，所以当然日本人兴奋啦。日本人当时不是找东京威力科创想要去偷台积电的2奈米、3奈米的机密资料吗？好，那现在台积电在选举的前夕送给你日本熊本2厂就是3奈米的，那当然对高市又是加持又是加分，所以这2个因素啊，对高市来说就让他的钓鱼台做得更稳了。但是高市的麻烦是在选上以后，刚才浅秋特别提到一点，高市经济学，高市没有什么经济学，就我们经济学家来看，他那个是狗屎经济学。高市是传习安倍经济学，可是安倍的情况跟他不一样，安倍是通货紧缩，现在日本是通货膨胀，所以高市用安倍的那一套方法，高市产生什么后果？来，我可以点名一下：第一个，日币大幅度贬值；第二个，通膨的情况更严重；第三个，高市不是要降消费税吗？而且要把食品消费税降到0，它又产生了庞大的政府支出。这个庞大的政府支出当然造成赤字更严重，而日本的债务占了它 GDP 的多少？250%，比美国还多。不过它的债务结构跟美国不一样，美国的债务结构主要是外债，日本主要是内债，所以它就更严重了。为什么？因为是内债，而因为高市要满足川普的需索，所以他的国防支出军费占 GDP 的比重要由现在的2%要增到5%。那这一来的话，他只有发行更多的债务，债务价格就会下跌啊，供给增加，债务价格会下跌啊。所以每一个拥有日本债务的人，财富都受损，财富受损，消费就减少，经济就进入衰退。所以日本正式要进入一个停滞通膨的时代。但是更严重的是，高市不是讲了吗？他从政30多年，那么一直想做更多的事，可是没有办法，好不容易做了首相，他一定要继续的做，他才能完成理想。他的理想是什么？他的理想就是让日本成为具有交战权的正常国家。他要把自卫队路线，他要让日本的自卫队变成国防军，
还让日本能够强军，能够强武，日本有交战权，而且无核三原则拿掉。那我请问你，如果这样子的话，日本又成为了军国主义的复活的国家，大家怕不怕？当然怕嘛！大家都受过日本的侵略，所以北方有俄罗斯，西边俄罗斯是南千岛群岛的争议，西边有什么？西边有个韩国的独岛的争议，然后再往南走有钓鱼岛的争议，然后还有卷入了台湾的问题。你想想看，高市会给日本带来多少的灾难？我听了都觉得不寒而栗了。小舰长，这一次日本选举真的不一样哦。过去被认为比较对于政治冷感的年轻族群都出来了。日本毕竟失落20年，对于20年以来的经济还有各方面对国家的这个信心度产生了很多的疑惑。那么高市这次就是以这块，包括抗中，包括让日本类似再次伟大了吧的论点，赢得了很多不一样的支持。年轻人的支持啊，其实应该是从 I 世代开始。所谓的 I 世代呢，也就是1995年至2012年之后这段期间之后出生的这些人，他学习的是教改过的教科书，所以他对于日本如何的侵华这一段，其实完全不知道。他们的教科书里面讲的是进出中国，可不是侵略中国，而且也没有什么南京大屠杀这一个部分啊。那我们讲到说这一个 I 世代的人呢，其实当初从台湾有事的这个部分就可以看得很明显，也就是这个30岁以下的世代，他们都赞成所谓台湾有事的这个说法，但是真正经历过或这一个战争，或者是看过战后的这一个残破的一个状况的60岁以上的，其实赞成的人反而少啊。那偏偏呢，这一次刚刚其实主持人也特别讲了，今天也就是投票的当天，其实大风雪啊。那这一个我请问一下，是年轻人投票的动力比较强，还是老年人投票的动力比较强？那当然是年轻人嘛。那再加上呢，我们讲到说，自从这个谈到有关于这个台湾有事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日本的民众对于美国以及对于中国的看法是什么？他觉得跟美国相处不错的占70.8%，觉得跟美国相处不好的占28.9%。那如果说相对于中国来讲，他觉得不好的有86.4%啊。这也就是我们可以预先的了解说，为什么自民党也在高市早苗的推波助澜之下，他会大胜的一个原因。那他大胜的原因其实跟以前非常不一样。以前我们所看到的，也就是无论是岸田文雄或者是石破茂，他的一个支持率其实都跟自民党差不多。可是我们看到进入高市早苗之后，他的支持率却比自民党本身高很多啊。所以刚刚其实邱毅老师说的非常对啊，也就是等这一场选举完之后，日本才要真正面对它如何成为正常国家的一个部分啊。那至于说我们刚刚后面还讲到了一段有关于菲律宾的部分，菲律宾一样不尊重历史啊。这个历史也就是我们看到1898年的这一个巴黎协议里面讲，巴黎条约里面讲的是什么？也就是绿色这个框框里面，也就是西班牙交给美国的领土。我想请问一下，这一个红色框框这个部分，这个也就是黄岩岛啊，是当初有交给你吗？西班牙有这个地方的主权吗？没有啊。那包含我们看到这边的，无论是仁爱礁啊、仙滨礁啊、后藤礁啊，都在这个位置上，也没有你的份啊。那你为什么现在要这样的一个强调说你在南海有一定的一个权利呢？其实这些权利都是美国在后面给的勇气啊。所以真正的，无论是我们看到日本，或者是我们看到菲律宾，甚或我们台湾的黑熊以及青鸟，背后站的都是美国。美国它就是鼓动这一些代理人，然后
想要抑制中国大陆的发展，但是想都别想，中国大陆不像大家想的那么脆弱，也绝对不像当初满清的那么腐败。那也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战前时代，大家要特别的注意。高市早苗当然在日本政坛被称为非典型的首相，没有看过政治人物是这样子在做表现，包括他跟我们的台积电碰面的时候，那个下巴快要掉下来，做成的手叫做表情包啊，所以才会，尤其是宣传的通路啊，也不再是传统的媒体，而是网络社群，这也就是这一次他完全不一样的选战操作模式。温琪。应该讲说，目前为止，当然从我们看到，因为大选的关系，小笠原新信有讲，这一次可能会造成一些变数，大概就是所谓大选，所以有人讲说，可能就是到上午11点的投票率7.17，已经比上届低了大概3.26。不过在这里，我必须还是要讲一点就是另外一个观点哈，就我们看到，我请导播 take 一下哈，当然大家都认为。现在的高市应该是基本上就是胜选的几率很大，可是要特别注意哦，到1.03亿的全体的选民中，到今天为止有2079万2000多万的人已经提前投票了哦，相当于选民中的20%，比较前次的大选增加了26.6%。那这些所谓的新投票的人、先投票的人，到底会不会影响？坦白讲，我觉得还有观察的一个空间。可是现在对于高市早苗的这个 Kusei 哈，当然你可以看到哇就强起来，可是我还是要引用日本法政大学白鸟浩讲的，这将是一场影响日本就是国家形态的一个选举，因为我们看到了现在日本的几个神奇的数字，不管是所谓的243啦、261啦。这些等等，基本上是决定了日本国家的未来的一个走向。所以我们想，这一次如果高市能够胜出的话，确实有可能变成一个所谓一个人的武林，基本上他说了就算。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有时候以我们中国人的智慧，这种虚时间，就像我们的太极图一样。如果我们看到所谓的年轻世代，刚刚已经讲得很好，其实对于高市早苗来讲，他们现在有一个流行语叫萨卡纳什么他主的，就是基本上支持高市早苗。大概有30岁以上的人，有90成的人都是支持高市早苗。可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还是要奉劝高市早苗，套一句我们俄国文豪托尔斯泰讲的话。如果日本误判了中国大陆乃至于美国对他们现在所作所为的话的一个战略误判，坦白讲，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把日本拖入了另外一场更风险更大的一个战争？其实对于很多中国大陆的民众来讲，这是一次算总账的机会。因此，我还是要讲，不管是从自民党的这个所谓的田胜讲的这些，我还是呼吁日本好自为之。至于菲律宾的状况，从前一阵子他们宣布所谓的演习，其实在中国大陆的飞机刻意的飞进他们的这个所谓的飞行识别区，菲律宾一个动作都不敢要放的一声的话，我想这个基本上菲律宾的状况是不用令人太担心的。是，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米兰奥运哦，米兰冬季奥运正在召开，哇，让人很期待。可是这个画面被形容为奥运当中最大的亮点。为什么美国队进场的时候由谁领军？副总统 Vance 代表奥运团队进场，居然全场掌声零零落落之外，其他通通都是嘘声呢。那因为一些奥运版权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放这张画面给各位看。但很多的外媒的各种报道觉得不可思议，在奥运很少会看到这种画面。美国队进场，嘘声不断，超过6.5万名的观众，在欧洲的观众不断的与嘘声跟不满的口罩声去抨击，代表对于美国的不满。那么全场被狂嘘的情况，美国转播的 NBC 画面里，嘘声完全消失无声，评论员只有平淡的介绍 Vance， 完全没有提到负面反应哦。但其实这个我看到很多的直接的文字上描述说，其实当时转播员还讲了一句：哇，这一次 Vance 赢得了非常多的嘘声啊！这样尴尬的场景呢，被川普听到了。然后记者问他：你知道 Vance 去被嘘吗？他的反应是怎么样？看看他的这段话。Surprising is people like him. Well, I mean, he is in a foreign country, you know, in all fairness, but he doesn't get booed in this country. 我猜啊，他会说，如果是我就不会这样了，是 Vance 的关系。但是呢，这样子一个情绪，在欧洲人这里所展现的，完全是对于美国的一种怀疑，甚至是不满，这个情节是非常的
这个严峻，连奥运的活动都可以看到。所以当川普放话对于道琼会再涨破10万点，而且引以为豪说成果会有伟大的关税政策来驱动，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到现在迟迟为止最高法院的判决还没有办法做出来，压力太大啦。川普这种压力底下，最高法院到底怎么裁决，早就该做出来裁定，现在进退两难。但的确，川普最关心的永远是股市，道琼又站上了5万点大关，哇，就用股市来表示他的伟大，而且他接下来准备要做的是25层楼这么高的独立拱门，就像这个在法国所看到的巴黎的拱门，他做的更高，比巴黎还要更大，俯视林肯纪念堂，比凯旋门更壮观。当然，国内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但川普就是要做啊。那么，甚至他还要去告财政部索赔100亿元，因为先前的这个各种的这过程，总统去告自己财政部要索赔100亿，很难想象吧？难怪贝森特财政部长回答这个问题结结巴巴。Where would that be cut from? Let's say for some reason he actually wins that lawsuit. Where would that $10 billion come from? Again, it would come from process-wise. I'm not asking like your opinion whether it's right or wrong. It would come from Treasury. It comes from Treasury, which comes from the general fund? The Treasury general account. So taxpayers. Yes. 很难回答，就是纳税人买单给总统，到底是谁发大财，谁伟大呢？答案呼之欲出。所以，美国像这个川普现象所造成的 K 型经济加剧，是完全是更两极化的世界。富人一直拼命的挥霍，所以呢，各种的滑油的报道里面的内容就是说，这个有钱人花钱的方式如流水，而穷人苦苦挣扎。更挣扎的是媒体产业，看这起新闻我很有感受啦。当然啦，华邮直接裁员1/3的员工。那么现在华邮的裁员原因是说，报社网站流量越来越低 ，AI 崛起。那大裁员之下，记者这个当年是揭发水门案的重量级的媒体前辈，他说是我55年来的职业家园，为这么多他挚爱的同事失去工作感到心碎。但这就是时势所趋吗？这个大裁员尴尬到我看到这一段，我真的是超感同身受。这位记者在乌克兰前线，他说他又一次再度的在没有电、没有水、没有灯的情况用头灯再来写稿子，但他还在这里为大家坚持的报道。但现在他在战地接到了裁员超无言裁员的通知，他就在战地就地被炒鱿鱼了。大家曾经说以身为华邮特派员为荣，而如今呢，一口气裁掉了300人。贝佐斯当然成为大家问的矛头啦。他说，华邮肩负重要的新闻使命，也面临了非凡的机遇。数据告诉我们，什么是有价值的？就是说，有流量才有价值。该关注哪些问题跟事情？那过去华邮曾经揭发的各种重大的弊案新闻所坚持的价值，已经消失了吗？所以，当川普讲的和平，他只是想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而已。突然，他又成立了和平委员会。这个和平委员会是什么呢？是华府的官员证实2月19号要举行一个首届领导人会议。那谁出席都还不知道呢。但就是为了要向加萨重建的募款来做拿钱的动作，这个就大家比较可以理解的。他要的是什么和平？是要帮加萨建度假村吗？还是让更多人投资人到这里来呢？这恐怕才是接下来的问题。而跟伊朗之间的谈判到底会不会打，会不会攻击？据各种的报道说，现在新一轮的谈判结束之后呢，好，川普都说我们谈得很好，没有问题。可是呢，川普祭出了新的制裁事项之外，伊朗的一些部分的军事设施传出了爆炸。不过新闻内容现在还德黑兰东部这里也没有进一步证实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伊朗警告美国，如果美国在中东集结的军力继续对伊朗发动攻击的话，德黑兰将锁定美国内的军事基地进行反击。但现在不知道了到底现在最新情况如何，仍然在谈判当中。光是川普跟伊朗谈判首席代表去造访中东美军航舰，这样的消息是美军的中央司令部说出来的。那表示双方还是到了林肯号代表了一个谈判进展顺利川普讲的条件很简单，就是协议能不能达到一个0 什么意思呢？就是零浓缩铀零和
的概念。文，川普啊，面对事实的时候啊，他往往不承认事实的发生。其实，在米兰冬奥的开幕式的前一天，万斯跟卢比欧就被呛声了嘛。而他在开幕式的当天，万斯在这个美国代表团进场的时候，万斯就被虚报嘛。那为什么被虚报？原因啊，就是因为川普在美国的国内，在明尼苏达州搞的爱死的纷争嘛，莫名其妙打死了2个人，还不认错，然后上任的时候才1万个爱死的人员，现在有2万2。很多人就说，现在美国的爱死，其实就是什么？就像是当年纳粹的党卫军，就像是当年纳粹的盖世太保一样。所以连意大利米兰的人民，大家看了你都愤怒啊！它不是引起全美国46个州的抗议啊，它也引起了全世界，尤其原来是美国铁杆盟友的欧洲的抗议。尤其你知道，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跟川普很好，所以在整个欧洲的强国里面，意大利跟美国的关系是相对比较好的。现在都发生这个情况，然后川普说，那是在国外，如果在美国没有人会去虚万死。那我问你啊，这是事实吗？当川普讲这个话的时候，他难道不知道他出去也常被虚吗？他出去也常被抗议吗？美国现在抗议的情况，50个州里面46个州都在抗议啊，这是多么的严重啊！好，第二个我要谈到川普跟赖清德真的是，赖清德真的叫川普的，也不是小老弟啦，应该说川普的儿子一样啊，2个人讲的话都一样啊。赖清德也一天到晚讲啊，台股指数上3万点啦，川普讲啊，道琼以后会到10万点啦，一样的说法啊。可是美国的经济有越来越好吗？美国现在要 K 型经济，我在念书的时候，那叫 M 型经济，就是中产阶级被消灭，然后剩下的有钱跟穷人。那现在更严重了，有钱人扶摇直上，穷人每况愈下。股市啊，那你穷人怎么去跟富人争？你被裁员的时候，你要跟富人打劳资诉讼，你会赢吗？你不会赢啊！这就是美国的社会，富者越富，穷者越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就是美国的现状嘛。好，那么再者，像是美国跟伊朗在阿曼的谈判，第一个，它不是谈判，它叫逼降，而且贝森特在美国的国会承认了，伊朗国内为什么会发生动乱？他说是美国用金融手段、财政手段所制造出来的一场社会的动乱。然后川普还对跟伊朗做生意的人课以25%的关税的惩罚。我问你，这种谈判是一个公平合理的谈判吗？所以伊朗最后当然会谈崩嘛。想想怎么看伊朗最新局势？我们如果看到去年6月的这一个午夜之锤的话，其实美国动员了2艘航空母舰打击群，一艘尼米兹号，一艘卡尔文森号。可是如果我们看到最新的美国海军学会它的新闻网所公布的内容的话，我们看到只有一艘林肯号打击群。但是呢，现在川普摆出来的态势，也就是要打得比上一次更狠啊。那你只有一艘航空母舰打击群，你可以做得到吗？当然，它有非常多的战机前进约旦，或者是前进这一个以色列。但是呢，实际上来讲，以好用程度来讲，绝对不如这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因为什么都有啊。那它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是最新的2张照片，也就是我们看到上面这架鱼鹰机呢，上面载了2个人，一个就是这个首席谈判代表魏科夫在这边，另外一位也就是库许纳也就是也就这一位，这2位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如果从中国比较封建的这个态度来讲啊，这个我们讲到魏科夫。他就是钦差大臣啊，奉了这一个川普的命来的。那库许纳呢，也就是驸马衔命，然后一起来，那告诉这一个我们讲到的中央司令部以及林肯号航舰上面的这些官兵啊，你要好好的加油啊。那其实我们再看一下交易的艺术，川普怎么说的？他会不断努力，不断奋斗，直到达到目标为止啊。这个才是川普，为什么要逼迫所谓的 zero 就是0？可是我们讲到这一个，伊朗它绝对不会0啊，因为只要是0的，从来没有什么好下场。2003年的12月的时候，利比亚的格达费那时候也是0啊，他就同意了0啊，结果他最后得到什么样的一个下场？那大家都非常清楚。但是相对的另外一位，也就是北韩的金正恩那个大元帅，他有了核武之后，现在美国敢动北韩一根汗毛吗？不敢。那至于说啊，我们讲到说现在这个华盛顿邮报它大量的裁员，那刚刚那个主持人说他非常有感啊。那但是其实我们可以想一件事情啊。这一个巴菲特他为什么在2-3年前他买股票，他竟然买了报业？但是他买的报业绝对不是我们所看到的3大报啊，华尔街日报啊，或者是这一个华盛顿邮报，或者是纽约时报，他都不是，因为他买的都是地方性的报纸，而且极其地方性。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统计表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如果讲到这个政治或者是讲到政府的话，其实大家最重要的还是在看那个有线电视啊。那但是呢，第2名呢，大家要注意，现在已经不是报纸的时代了，现在大家都在看社群媒体。那接下来呢，才是地方的报纸。所以我们这样讲哦，这个时代不断的在改变，而且现在我们如果看到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 I 世代的人，他们全部都在使用社群媒体时代，那这一个也就是报业慢慢走入历史的原因。台湾称为媒体产业，我们都自己这样说了哦。美国的媒体业也很艰难，从川普上任之后，川普可以直接对着记者骂，那或者直接骂你这个是个烂报啊，没有人看等等这样的情况都有，所以也至于现在如果以流量当道，川普最厉害啊，因为他可以跟大家讲股市要买什么啊。那华盛顿邮报的裁员300人，连战地在乌克兰的记者那样的情境，他海外的记者几乎都裁了，所以还在跑战地新闻，所谓坚守美国价值的民主精神的这样的记者，直接当场被裁掉，这就是美国现象。我应该这样讲啦，华邮的老板贝佐斯现在讲什么都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因为对员工来讲，这就是鳄鱼的眼泪。至于他们被赶走的 CEO， 你也不用发什么好人卡，因为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他就用数据导向。所以我觉得看待这个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一个弊病。但回过头，你看到所谓的美国现在所谓的奥运的这个部分啊，范式被吹口哨啊，或是被嘘声啊，不是刚刚好？有一种冷叫做妈妈觉得冷。然后有一种我不能说不要脸啊，就是说你很难想象川普还能够继续说哦，你看他在国内很好，就像刚才邱毅委员讲的，他在国内被嘘成什么样子，我姑且不论他们取的名字不好，之前是在拜登时代 AUKUS 啊，靠戏啦哈，那 QUAD 快out啦，现在五眼联盟变成没有眼睛的联盟，4个国家已经都要自己自谋出路的时候，容许我引用一下，各位看一下美俄谈判。这个的大使讲的，曾经普丁讲过的一句话：胃里装满人肉的、满口袋钞票的吸血鬼的午宴，这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西方国家的一些评断。好，我们回过头再来看一下，我觉得引这个可以总结一下美国现在的状况。我们的一个诗人叫迪伦·托马斯，他说：“
怒斥光明的消逝，智者临终前明白，黑放手或许更合理。因为对于现在大家看到了美国哦，你看到他现在要盖那个所谓25层楼，我跟浅秋讲，当我们中国人在盖长城的时候，某个角度就看你去解读怎么样历史。因为美国现在到底好不好？我觉得某个角度，阿扁前总统讲的好，你问问人民的感受，为什么美国现在的 K 型经济这么的严重？我觉得是大家都看在眼里，因此我觉得美国的衰败东升西降是非常的清楚。回过头来，你来讲说所谓的这个募款委员会，我还是要回到当伊朗人相信的所谓的川普说，我们的军队在路上的时候，伊朗人自己就要稍微注意了，因为对于大家来讲，当他们说伊朗说他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个策略叫做不先开火，但提高反击的成本。因此，美国跟伊朗玩的这个游戏，我觉得可以继续看下去，他们还在尔虞我诈当中。